上一届微博之夜，如同6大派决战光明顶，遍地修罗场。场外各家粉丝划分阵营，红橙黄绿青蓝紫，密密麻麻全是人。某 CP 粉直接整来2个正主等比例模型，那惊人的造型，恨不得让他们原地结婚。场内 CP 组队修罗场，左手写他，右手写着爱，左右都不是为难了自己。龚俊拍照站位，直接把胡歌挤出了画面。最妙的是这个镜头，台上的小明正在讲话，台下的大宝贝和闺蜜杨幂窃窃私语，还用手挡住了镜头。仙剑集体回忆杀杨颖乱入，代替了正主唐嫣的位置。唐嫣呢？唐嫣去哪儿了？这个词条被刷上热搜。哦，唐嫣被活动主办方挡在了门外，进不来了。Oh my god， 这尴尬的。据说唐嫣团队不知那天怎么想的，在这种大活动的日子，还给唐嫣接了个直播，播完了才去活动会场。结果门外各家粉丝太多，堵得水泄不通。唐嫣回来的时候，某浪不让她进了。呵呵，唐嫣等了20分钟，愣是没进去。她只好抱着大裙子，穿着羽绒服，在车里强颜欢笑拍了几张照片，打道回府。丢人罚！你要说唐嫣爱钱，她平时营业比谁都不积极；你要说唐嫣不爱钱，那这种大型活动的日子，咋还要插一个直播呢？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唐嫣的闹剧还没有完。去年年底星光大赏在澳门举行，那天星光熠熠的同时，幺蛾子不断。迪丽热巴在红毯迷路，上期走红毯又摔跤又流鼻血，那场孟子一脚滑，差点跳探戈。唐嫣的金色大蓬裙完全处于她的舒适区，她的脸也在状况内，原本完全没得吵，谁知还是撕起来了。主要是这条裙子近看居然写着很多数字，这些数字有规律的排列在裙摆上，似乎是按顺序来的。网友猜测这裙子是样衣，用记号笔写数字是为了方便组合和修改。没想到唐嫣和她的团队就把样衣直接穿上了红毯，完全不符合成名多年8五花的咖位，也不符合唐嫣的圈内地位。之后，设计师郭培万尊说这是独一无二的数字刺绣设计。好吧，原以为就这样算了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网友又发现这裙子是迪丽热巴在另一场活动里挑剩下的。艾玛不带这样玩的，当初《克拉恋人》里热巴给唐嫣做配。如今风水轮流转，热巴挑剩的唐嫣捡来穿。事情一出，唐嫣工作室被吐槽惨了。他们的确是钱太好赚，还曾经给唐嫣出过老土收尘图。唐嫣也是好说话，8五花里她比刘诗诗还不争抢。如今繁华一波，观众爱爆了唐嫣的汪小姐。唐嫣这是要飞升了。唐嫣的家庭非常幸福，她是土生土长上海人，万千宠爱下长大的小公主。爸爸想给女儿做漂亮的小裙裙，学做裁缝。他们给唐嫣报了很多兴趣班，钢琴、书法、绘画。唐嫣试了一圈都不喜欢。她说她要当空姐，要游遍全球。父母二话不说支持她的梦想。她报考了东航空乘班。论外形体态，唐嫣做空姐没有任何问题。可她从小没吃过苦，体力不行。空姐看上去很美，实际上是体力活。她因为体能被刷了下来，父母怕她难过，鼓励她去选美。这一选，唐嫣拿下了舒蕾之星总冠军，获得了进入娱乐圈的敲门砖。因为没有表演基础，唐嫣想要系统的接受训练。她试着去报考中戏，居然考上了。2004年，张艺谋担任雅典奥运会闭幕式表演总导演，他到中戏选人，挑中了回来二胡长相出众的唐嫣参加演出。唐嫣出道的起点是国家级演出，合作的是国师级名导。演出后，张艺谋把唐嫣介绍给吴克波。吴克波是一名富二代，家境优越。从日本留学回来后，为了捧红陈好，创办了成天娱乐。在吴克波的运作下，唐嫣对接了港圈资源。《繁花》播出后，同为上海人的导演王晶发表了一篇小作文，表示其实我很羡慕王家卫。作文里他提到唐嫣、汪小姐进步很大。唐嫣当初人生地不熟，勇闯港圈，差点被他们玩废了。早年间，唐嫣在自己的博客里发过一篇文章，名为《爸爸带我们参加明星记者会》，这里的爸爸指的就是王晶。唐嫣原意王晶对剧组演员们像爸爸一样温暖，可这用词一下就让舆论炸锅，怎么的，明目张胆认干爹啊？与此同时，还有人发出一组唐嫣和曾志伟的亲密图，力证唐嫣行为不妥。照片里，唐嫣和曾志伟坐在船上，嘟嘴凝视对方，好像下一秒就要亲上去。事实上，这是唐嫣和曾志伟合作电影《棒子老虎机》的剧照。不过这部电影里，曾志伟对唐嫣那可是一点也不客气。
拍戏的时候，曾志伟看眼前是个来自内地的小姑娘，没什么背景又年轻貌美。他不仅大胆掀开唐嫣的衣服，还抱着她滚来滚去。讲真，让唐嫣和曾志伟演床戏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潜规则。这部戏之后，唐嫣放弃了在香港发展，回到了内地。她经历了什么，只有她自己知道。唐嫣之后参演《仙剑奇侠传》，凭子轩的角色终于打开了知名度，顺利成为八五花里最高龄的一朵。通常情况下，我们说八五花，指的是杨幂、刘诗诗、唐嫣、赵丽颖，后来加上了杨颖和倪妮，她们多半靠古偶或仙侠爆红，吃到了互联网的第一代红利，具有高粉丝粘度。同时，她们也是不被奖项青睐的一代。每次大型活动都坐在前几排的几位美女，却没有几个拿得出手的奖。这些年，八五花之间讨论度最高的，除了不给力的姐夫，就是谁能最快飞升。唐嫣这个八五花里话题度和事业心都垫底的人，一度已经被粉丝放弃，甚至有人放狠话让唐嫣干脆退圈回家带孩子去。繁花原本也不被期待，抬了3年还是3番，感觉没有多大希望。谁知随着繁花播出渐入佳境，唐嫣的行程表默默发生了大变化。月初行程表上只有5个活动，这才几天活动就增加到了12个。半个月前唐嫣过生日，粉丝还在骂工作室。半个月后，粉丝感激涕零，表示好久没见过这么忙的唐嫣了。唐嫣汪小姐这个角色，那是真的接对了。繁花没看几集，阿宝就俨然已经是宝总，是黄河路上已知顶的人生赢家了。他身边莺莺燕燕不少，有合作开店的林子，有与他深情对视的至臻园老板娘李李，还有外贸生意上的搭档汪小姐。原著里，阿宝原本是和汪小姐做生意，后来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梅瑞。他第2天就甩掉了汪小姐，和梅瑞合作去了。汪小姐问起来，他都推给大领导，上头安排，我不得已，一副上海人的精明相。汪小姐吃了这个闷亏，还要姿态漂亮，无所谓，我理解万岁。小说里的男男女女都像是区区大女人，直播间里经营多年的老手，讲究价值互换，利益至上，谈钱不讲感情。然而，王家卫将这群人统统改造成江湖儿女，一字当头。其中，汪小姐对宝总尤为忠心，唐嫣演得太好太到位了，完全拿捏住了外滩那颗不会因任何事而蒙尘的明珠。她能娇羞，也能说冲就冲，性格直爽，任性单纯，却也有着绝地生花的倔强。汪小姐做事风风火火，对待朋友仗义爽快，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会做到，被她当成朋友的人一定会保护到底。唐嫣用大口吃东西，大踏步走路，硬气的说话方式，倔强的眼神，把汪小姐演活了。与宝总约会那一幕发生在完成一笔外贸订单后，宝总约汪小姐吃饭，唐嫣娇嗔的背过身去，笑着问宝总：“侬是啥子意思吗？”他假装看自己的手心，脸上的开心已经藏不住了。转头第2天，汪小姐因为和宝总的约会被同事背刺，她委屈，她不甘心，但她统统压了下去。这娇滴滴的女孩没哭，可她的眼神分明告诉观众，她已经崩溃了。电视剧是叫《繁花》，这时候的汪小姐就像花苞一样，随着剧情推进，这朵花在外滩一瓣一瓣的绽开，最终成为即使在上海外滩那么多繁花中，依旧毫不逊色的那一朵。多年来，唐嫣姓唐，平日为人也甜，在作品里经常出演傻白甜角色，所以她在观众心目里就是个没有演技的扁平的女孩。离开27号，汪小姐和过去的自己说再见。她曾经是浦西明珠、黄河路白雪公主，是波浪卷小皮包的时髦女孩。后来她为了工作方便，大波浪绑成麻花辫，脖子上挂着毛巾，口袋里塞着单位发的搪瓷杯子。她边讲话边用毛巾擦汗的样子太真实了，观众终于相信唐嫣也是中戏毕业，她也是有演技的。多亏了王家卫，汪小姐有了新的追求。多亏了王家卫，唐嫣的演艺生涯又能续命10年。唐嫣算是靠《繁花》顺利翻身了。目前几个女性角色，她的人物线最有层次，汪小姐是立体鲜活的。《繁花》买了50集首歌版权，其中好几首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全都用给她了。粉丝这下是提前过年了，短短的几天之内，商务直接翻倍增加。沉寂3年后，终于迎来高光时刻。繁花的成功不仅为唐嫣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和认可，也为她的事业开启了新的篇章。她从一个流量小花逐渐转型为演技派，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。如今，唐嫣已经不再是那个单纯依赖外表的演员，
而是一位实力派女星。她的演技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，她也逐渐成为了导演和制片人眼中的首选演员。这种转型不仅为她的事业带来了新的机遇，也为她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